在勃朗宁手枪系列中，最好的其实并不是 M1911，而是勃朗宁大威力手枪 M1935。勃朗宁大师的遗作，世界首个采用双排弹夹的手枪，足迹遍布近100个国家。卡扎菲的黄金爱枪，萨达姆随身携带的手枪都是 M1935。那么这把枪到底有多强？就性能而言，从二战到20世纪80年代 ，M1935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手枪，没有之一。不过，在1991年，美国枪与弹杂志进行了一次20世纪10佳手枪评选 ，M1935 名列第5，而 M1911却位居第2，这是为什么？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M1935， 一款强过 M1911的手枪。事实证明，能超越勃朗宁的只有勃朗宁自己。M1911诞生之后，对当时的手枪具有压倒性优势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4年。在此期间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款手枪能够比肩 M1911，直到1935年，一款新型手枪横空出世，才超越 M1911，这就是勃朗宁大威力手枪 M1935。由勃朗宁完成主要设计之后，由赛佛进行最后的细化，属于勃朗宁大师最后的一作。M1935诞生后，进入比利时、爱尔兰等国家服役。二战的爆发使 M1935迎来了属于它的辉煌时刻。作战双方同时使用，比利时被德国占领之后 ，M1935的性能吸引了德军的注意，要求埃弗恩公司为德国士兵生产这款武器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的约翰英格利斯公司也为英联邦国家大力生产 M1935。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以及英国特种空勤团等精锐部队也采用了 M1935。在阿留申群岛战役中，加拿大军队对 M1935进行了极寒测试，当温度降至-40摄氏度时，仍能保持正常激发状态。不过，就是这样一款手枪，最初却处于被人嫌弃的境地。一战之后，看似和平的欧洲背地里却暗流涌动，各地在恢复实力的同时，加强了对各式武器的开发。当时的军用手枪普遍存在弹容量小、火力不足的问题，拿来防身和警用自然没什么问题，但想要在战场上使用，就有点软弱无力了。法国军方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，法国陆军决定采用一种新式半自动手枪，要求就是配用可卸式弹夹，容弹量至少10发，外露击锤，有手动保险，坚固耐用，容易分解组合，能击杀50米以内的任何目标。法国对于新式步枪的招标并不限于本国企业，于是比利时的埃弗恩公司也参与进来。根据以上这些要求，埃弗恩公司觉得9毫米口径或更大口径更好。不过欧洲并不流行.45口径，9毫米就已经算大威力了。弹头重8克，枪口初速每秒350米，武器全重在1公斤左右。确定要求后，埃弗恩公司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勃朗宁。这个时期的勃朗宁大师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，已经推出了多款经典作品，比如 M1911、M2 重机枪等。在接到任务后，勃朗宁迅速设计了2款采用不同设计原理的手枪，一种是自由后坐式，另一种则是枪管短后座，二者都采用了双排弹夹，确保容弹量超过10发。埃弗恩公司经过评选后，觉得枪管短后座原理更适合9毫米子弹，经过进一步研制，推出了一款原型枪，并将其交给了法国陆军进行实验，结果还不错，但需要进一步改进。可惜的是，在1926年，时年71岁的勃朗宁大师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，没能完成该枪的设计工作。之后，勃朗宁的徒弟赛佛接手，继续完善该枪。等到1928年，科尔特公司拥有的 M1911手枪相关专利到期，赛佛就在新手枪里整合了不少 M1911相关技术。1931年，勃朗宁大威力手枪的设计基本定型，9毫米口径，采用缩短的13发可拆卸式双排弹匣。1934年，手枪完成设计并准备投产。只是在这个时候，法国军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决定不采用 M1935手枪，而是选择法国阿尔萨斯机械制造公司的样枪。
正式命名为米勒1935。与 M1935 相比，该枪设计概念相似，但口径和弹匣容量都更小。这背后有什么屁外交易，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。不过 M1935 的性能在那摆着，法国不要，有的是国家买。比利时成为第一个购买 M1935 的国家，并将其命名为勃朗宁 P35。之后，爱尔兰、荷兰、丹麦、立陶宛等国家也采购了 M1935。在二战爆发之前，短短4年的时间，埃芬公司就生产了35000多支 M1935，可见其欢迎程度。在美国那边最受欢迎的是 M1911，但是在欧洲 M1911 并不是最好的那个， M1935 才是。就性能而言， M1935 也要超越 M1911。那么这把枪到底好在哪儿？M1935 的自动原理与 M1911 一样，把近黄塞到枪管下面，用一个可以前后平移的套筒将副近黄和枪机联动，枪机后座带动套筒后座，套筒压缩副近黄之后，副近黄反弹带动套筒前进，并带动枪机前进。M1911 算是开了一个先河，之后大部分手枪都是这样干的，这不算 M1935 的特点。其最大的特点是大威力，毕竟 M1935 全称就是勃朗宁大威力手枪。当然，这里的大威力意思不是说 M1935 的子弹威力，说到底 M1935 的口径不过9毫米，比不上 M1911 的.45。这里的大威力指的是 M1935 的子弹足够多，13发子弹一梭子下去，威力肯定比 M1911 更猛。在手枪领域中， M1935 是最早采用双排弹匣设计的，弹匣里面有2条轨道，子弹在轨道上交错排列，既增大了弹容量，又保持了握把尺寸与弹匣长度的合理。在此之前，手枪都是单排，比如 M1911， 公认的缺陷就是弹匣容量只有7发，加上膛内的1发子弹，一共8发子弹，而且体积和重量稍大，这点没办法，毕竟是.45口径。双排弹匣看起来挺简单的，其实并不是。双排弹匣需要在顶部设计收口结构，比如 M1935 的双排单进需要将2排子弹收束为单排送入枪膛，如果收口角度或弹簧压力不匹配，子弹很容易倾斜、重叠或卡滞。而且双排排列的子弹需要底部弹簧均匀推送，如果弹簧刚度不足，未发子弹可能无法顶到位，太强的话，手颗子弹可能被过度挤压变形。总结来说，就是对工艺的要求很高，而且装弹压力大，需要顶着弹簧往里按。要辅助工具才可以提升装弹速度，单排弹匣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，结构简单可靠，但空间利用率差。当然了，对于 iPhone 公司来说，平衡弹簧压力这事儿自然是小菜一碟，卡弹的问题自然不存在，这也算是引领时代潮流。之后很多手枪都是双排单进弹匣设计，格洛克、博莱塔等手枪都是如此。格洛克17的容弹量17发，博莱塔 M9 手枪弹匣容量15发。至于单动设计、空舱挂机和手动保险，则属于常规操作了。其中单动设计在之前比较常见， M1911 也是如此。单动也就是说，扣动扳机时只完成一项动作，释放已经手动预先拉到待发位置的击锤，之后引发子弹的发射。而现代手枪大多数都是双动，扣动扳机会完成2项动作，将击锤拉到待发位置，之后释放击锤发射子弹。士兵不需要在每次射击前手动拉击锤，比如西格绍尔的 P250。说到底，二者的差别并不大，毕竟不是早期的转轮手枪，不需要再像西部牛仔那样开一枪手动拨一下击锤，即使是 M1935 这样的单动手枪，也只需要拨一下击锤。二者只能说着重点不一样，单动手枪可以确保击锤完全释放能量，避免因击锤未完全释放导致的激发延迟，能量释放更稳定，减少因能量波动导致的子弹偏移，精准度更好。双动手枪的话，简化了操作流程，理论上更安全。很多双动都是隐藏式击锤，避免了形状复杂的击锤勾挂衣物装备的可能性。不过扣扳机的时候需要先放到击锤，扣起来比较费力，准度较低。等到双动手枪流行了， iPhone 公司还把单动 M1935 改进为双动，并于1983年推向市场。在美国市场上称之为勃朗宁双动，而在欧洲市场上则称为大威力双动。当然还有一种模式是双单动，比如西格绍尔的 P229， 兼具二者的优点，既可以在击锤放回的时候激发，迅速反应拔枪就射，也可以在击锤被扳倒后激发，提高首发精度。空舱挂机则是标配了子弹发射完之后，枪机套筒处于后退状态，之后换个弹夹，按个复位键就能再次激发，这里就不再多言。那么同为勃朗宁手枪的巅峰之作 M1935 与 M1911 哪个更好？
作为勃朗宁系列中最为出名的两款手枪，二者的特点不同。不过，如果让火力军来选的话，那肯定是 M1935，而不是 M1911。当然，口说无凭，咱们拿事实说话。在口径与停止作用上，自然是 M1911更好，其口径为.45，也就是 11.43 毫米，弹头重15克，大质量弹头造成的瞬间空腔效应更显著，实际作战时停止效果更好。美军在菲律宾战场和二战中的反馈均验证了其压倒性停止效果。M1935则是9毫米巴拉贝卢姆弹，弹头较轻，大约8克，与 M1911相比，二者枪口动能其实差不多。M1935更多的是依靠高初速提升亲车力，后坐力更柔和，可以快速补射，但停止效果不如 M1911的.45。如果追求极致的停止效果，火力军建议选择 M1911；如果重视可控性，那就选 M1935。在容弹量与火力持续性上 ，M1935占据绝对的优势。M1911是单排弹匣设计，容弹量仅7发，加上膛内的那一颗也就8发。在遭遇战中频繁换弹属于短板， M1935则革命性采用双排单进弹匣，容弹量13发，火力密度提升近1倍。这个设计也被之后的手枪继承，除了那些追求大口径的手枪，其他的都是双排单进弹匣，这算是 M1935最大的创新点。从这点来看， M1935更适合高强度对抗。人体工学与操控性上也是 M1935占据优势。M1911的握把倾角较小，掌心贴合度一般，而且.45口径也就意味着后坐力猛，在连发射击时枪口上跳的幅度很大。M1911A1 虽然改良握把防滑纹，但操控门槛仍较高。M1935则优化握把倾角，更符合自然指向姿势，附近黄中置布局使套筒更薄，握持感紧凑。9毫米弹药的后坐力线性柔和，快速瞄准与连续射击更占优势，尤其适合手型较小或追求速射的射手。至于历史影响与装备范围， M1911的确很强，但 M1935也不差。 M1911大约生产了超270万只，参与2次世界大战、越战等冲突。美国特种部队至今仍保留其改进型衍生型号超百。M1935则是在二战后被90多个国家采用，加拿大、英国、中国均曾装备。双排弹匣设计成为现代军用手枪标配。从这点来看，两者均为里程碑，但 M1935的设计理念更具前瞻性。至于现代价值与衍生发展，火力军还是投 M1935一票。在竞技射击中 ，M1911很活跃，但原厂设计需改装才能适配现代附件，比如导轨、红点镜等。M1935这边 ，FN 公司持续推出改进型，比如加装机针保险的第3代。加拿大英格利斯厂至今生产警用版，其基础结构更易兼容现代化改装，更适合现代战术需求。在2022年的时候，听说 FN 公司还推出了一个新版 M1935。就以上这些方面来说， M1935以4票大获全胜。不过很可惜， M1935虽然强，但名气明显不如 M1911， 这是为什么？在二战时期 ，M1935很重要，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比利时沦陷后 ，FN 公司被德军接收，制造了约30万只 M1935，用于补充军需。另一边，加拿大的英格利斯公司也生产 M1935，供英联邦国家如英国、加拿大、印度、爱尔兰、澳大利亚等国的部队使用。而且在1935年的时候，中国就向 FN 公司订购过数千只 M1935。不过随着欧洲爆发大战，供应渠道被切断，经过加拿大的谈判，中国这边也用上了 M1935，被称为加拿大鲁子或加90手枪。可惜的是 ，M1935的主场虽然是欧洲，但是在德军那边被重新命名为 P640，然后装备在被占领地区招募的军队。德军基本还是瓦尔特的 P38，所以名气没有起来。加上美国喜欢.45口径 M1935才被 M1911压死。如果枪与弹杂志在欧洲进行20世纪10佳手枪评选， M1935的排名绝对在 M1911之上，结果大概会颠倒过来，从一开始 M1935就是一支欧洲人的手枪。二战结束后 ，FN 公司恢复了 M1935的生产。这个时候生产的普通型 M1935与二战时期的产品有一些细节上的区别，但性能没有很大的变化，这个就不再多言。虽说在二战期间 M1935就进入巅峰期，但直到二战后 M1935才算是真正进入各国军警的眼中。除装备比利时军队和警察外，还出口到大量国家。1954年，英国军队正式采用 M1935 取代韦伯利.38转轮手枪，和
荷兰、丹麦、南非和其他国家也采购 M1935 装备自己的军队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 M1935 才真正成为一支公认的著名手枪。到20世纪末，全球大约有55个国家的军队或执法部门装备了 M1935。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特别空勤团规定每名队员必须装备的轻武器外，还有 M1935。对于英国特种部队来说， M1935 并不是纯粹的自卫武器，而是重要的辅助武器。在执行任务时， SAS 队员先以 MP5 压制目标，之后使用 M1935 完成精确击杀，从而控制局面，避免过度交火导致无辜人员伤亡。随着手枪的发展， M1935 也不断发展。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各国先进手枪层出不穷。为了提高 M1935 的竞争力， iPhone 公司对其进行了升级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共推出了3款改进型。第一款改进燕尾槽固定准星表齿、击锤、双侧保险杠；第二代增加镀铬表面处理工艺；第三代则是增设机针自动保险卡锁，防止意外走火。到20世纪90年代，双动手枪成为主流， M1935 几十年不变的单动发射机构稍微有些落伍，于是 iPhone 公司推出了勃朗宁双动手枪。在2022年， iPhone 美国公司还推出了全新设计的 M1935， 主打的就是与时俱进。总的来说，就性能来说，于1935年推出的手枪肯定比前辈更好用，但同为手枪领域的老大哥，到底怎么选还是看需求。如果你想要一款防卫属性的手枪并兼具收藏需求，那就建议选择 M1911。如果有战术任务或现代改装的需求，那就可以选择 M1935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M1935 与 M1911 哪个好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